5月初，习近平从上海灰头土脸地回了北京，这口气还没喘匀呢，一回头就发现自己最铁的蔡公公已经被整得不像样了。拿捏地方大员的政绩考核权被中组部一把夺走，民主生活会上的越权旧账被人翻个底儿掉，外头更是突然刮起一阵习下蔡上的阴风，直接把他往权力的祭台上抬。老习会不知道这是什么盘算吗？他太知道了。所以他从上海回来以后，整个人气不对了，央视的镜头都已经藏不住他那股子备受打击的灰败感。上面对他现在的临场能力更是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现在只能让他躲在后台缓气充电。咱们回过头看蔡公公，过去这几年他手伸的比谁都长，一个迎来送往的中央办公厅，硬生生让他蔡公公玩成了第2国务院、第2中组部。国务院批个项目，他要伸手画圈，连下面省部级大员的乌纱帽他都要隔着中南海的红墙摸上一把，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中共考核地方封疆大吏有个杀手锏，叫省级环保考核。以前一律是中办国办联合发文，执行权蔡奇一样能掺和。可您猜怎么着？最近新出台了一个叫什么美丽中国的考核办法，文件头上依然还挂着中办国办的羊头。可是各位，执行口已经悄悄换人了，直接落到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组部手里，中办参与执行的权利被一脚踢出了局。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早在10年之前，中共高层就定下过一条极其狠毒的规矩，只要造成生态环保严重破坏，负有责任的干部一票否决，不得提拔使用，不得转任重要职务。现在地方大员乌纱帽的考核刀交给了中组部，交到了元老院现在的红人石泰峰的手里。蔡奇最能拿捏各路诸侯的那点核心权力，已经被人连盘子带碗端了个干干净净。您以为这笔账是今天才翻出来的吗？大家回想一下，去年年底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那个会上可热闹了，一直被当成受气包的李强竟然罕见地硬气了一回，直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鼻子痛批蔡奇，批他中办系统长期越俎代庖，干扰国务院工作，批他蔡大总管硬生生夹在党中央和国务院之间，当起了二传手，甚至敢越过总理，直接给国务院下达指令，搞得整个国务院系统无所适从。这是要在政治上见血的。在开这个民主生活会之前，背后的元老院早就把规矩给定死了，每一名政治局委员不许念秘书写的稿子，必须亲自手写讲稿，每个人发言不少于15分钟，互评也不少于15分钟，谁批谁，批到哪一条都要留下白纸黑字，统一送交最高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备案存档。蔡奇这几年是怎么飞扬跋扈打压国务院的？是怎么把一个内务府变成到处伸手的权力怪物的？这一切全都被李强当庭指控，并且白纸黑字进了中共的绝密卷宗。这就叫把你的罪证办成了铁案，挂在账上，随时拿出来要你的命。有人就问了，既然罪证确凿，那以前怎么不办他？时机未到嘛，打狗还得看主人。之前还不想直接把一尊拉下来，可是现在呢，时机到了。曾庆红那边给习近平下了最后通牒，给了整整3个月的期限。结果呢，3个月过去了，张又侠和刘振利的大案他没审明白，人他也交不出来，枪杆子不答应了。习近平一看军方压不住了，慌了神，赶紧跑到上海滩去搬救兵。结果呢，曾庆红直接给他吃了个结结实实的闭门羹，惹了一身臊，又绕弯子跑到王冶平老太太那里。人家一看这阵势，对不起，帮不上。这下好戏上演了，军方发难，元老袖手，满朝文武苦勤久矣。各派势力一看，原来皇上是真的没底牌了，瞬间党内意见开始高度合流，地方政绩考核权从中办桌上拿走，交给石泰峰的中组部。蔡奇还坐在大内总管的位置上，可他伸向封疆大吏的手已经被人按在桌上，开始一根指头一根指头的掰开了。好，
咱们马上就要讲为什么外面突然吹起席下蔡上这阵风。不过在此之前，先和大家说一句，今天的节目由 Surfshark VPN 赞助支持。在这个充满数位监控和资讯过滤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看清世界的真相，更要学会保护自己的资讯安全。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今天的赞助厂商 Surfshark VPN。什么是 VPN 呢？简单来说，它能在你上网时建立一条专属的加密隧道。很多朋友知道用它来跨区解锁不同国家串流内容，但 Surfshark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保护隐私。Surfshark 有着严格的无记录政策，不会追踪或分享你的个人资料。它能帮你隐藏真实的 IP 地址，防止网络服务商或骇客追踪。我特别推荐他们的新功能 Alternative ID， 它能为你生成全新的虚拟网络身份和电子邮件，让你在注册网站时彻底避免真实个资外泄，也不会再收到烦人的垃圾邮件。而且最棒的是 Surfshark 一个账号就能在无限多个装置上使用，你一个人的账号就能保护全家人的手机和电脑。现在就采取行动吧，请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或置顶留言的最上方链接，前往 surfshark.com/jfusion， 或者结账时输入专属优惠码 jfusion， 就能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 Surfshark 服务。快去点击链接试试看吧。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中南海的高墙里头，不动声色的一寸一寸地拆着蔡奇的拳，可是海外圈子里却吹起了席下蔡上的风，这在中共的政治黑话里就叫捧杀。大家想想，蔡奇想真上，他有这个实力吗？没有。面对北京城外的野战军，他手里攥着的充其量就是一个中央办公厅，外加一条被拆得七零八落的中央警卫局残链。就这点家当，借他10个胆子，他敢跟军方硬刚，说个上字。所以啊，蔡奇上这股妖风根本就是反习势力各派在外面故意放的烟雾弹，目的太毒了，就是要死死给他贴上一张篡权奸臣的催命符。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出这阵风？就是要让各派都看清楚一个事实，蔡奇他早已经不是一个端茶倒水唯唯诺诺的普通秘书了，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9000岁，是个只手遮天的大太监。只有把他架到这个份上，王沪宁、李强才能顺理成章地跟他切割，甚至到了最后，连习近平都能留一句台阶话：我年纪大了，被身边人蒙蔽了。2025年底那场刺刀见红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蔡奇可不是只被李强一个人咬住不放。那场会上，老习被当面批了11人次，而蔡奇紧随其后，被批了整整6人次，王沪宁4次，李强才1次。蔡奇已经成了除了皇上之外被全党围剿的最惨的那个活靶子。大家看看这帮刀比利是怎么批他的，李强怎么批的。刚才咱们说了，王沪宁呢，重点抓蔡奇，搞个人崇拜，特别是搞出入脑、入心、入魂这种文革味十足的口号，严重败坏了党风。中共的3代国师都嫌他拍马屁拍得太恶心，丁薛祥直接指着鼻子骂他身为大秘，上传不达，下达不通，自己加戏。最绝的是，到了政治局委员这个层面，王毅、李鸿忠、陈敏尔这些昔日里高喊忠诚不绝对的老手们，竟然齐刷刷地站到了李强这边，痛批蔡奇搞个人崇拜，蒙蔽圣听，直接导致了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误判。这是党内已经在给蔡奇走立案程序了，越权夺势、造神惑众、蒙蔽领袖，这3顶带着血的帽子哐当一下扣下来，蔡奇就已经从权倾朝野的大内总管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被推到午门外斩首祭天的背锅大侠。现在外面敲锣打鼓的在喊什么席下蔡上，这根本就是阳谋，这就是要让全天下都看清楚，中办越权是他蔡奇干的，搞个人崇拜是他干的，蒙蔽伟大领袖还是他干的。中共这台嗜血的绞肉机是要把蔡奇活生生地推出去，替这10几年千疮百孔的烂账先流着第一盆血。
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外交口，川普这尊瘟神还没到，北京先火急火燎的给习近平强行塞进了一条低风险外事流水线，把心虚2个大字死死地贴在了脑门上。您看这排期，塔吉克斯坦总统5月11号到14号来北京，文莱王储5月11号到15号过来，这日子卡得多绝啊！川普5月14号、15号在北京，塔吉克斯坦和文莱的行程恰好不早不晚。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偏偏要把这几场低风险的小国外事死死地排在川普上桌前2-3天？因为塔吉克斯坦也好，文莱也罢，对现在的习近平来说意味着绝对安全。这2个小兄弟跑来北京，会当逼着他谈台湾问题吗？会拍着桌子逼他谈伊朗吗？绝对不会。这就是给习近平量身定制的外事 ICU 康复训练，见人握手、念稿、合影、换衣服、走位、摆表情、找镜头，把这套干巴巴的流程硬生生的给他走顺。因为中南海现在最怕的就是老习当众撑不住场出洋相。大家可别忘了，那次在韩国的川习会对中共来说那就是个惨痛的教训。几年前在美国加州庄园，习近平好歹还能强撑出一副大国领袖的自信，可到了韩国再见川普，那简直是判若两人，拘谨的眼珠子都不敢离开面前那张稿纸，连个最基本的开场白都要照本宣科的念。原定4个小时的闭门会谈，硬生生被砍到1个半小时，最后连个新闻发布会都没有。那次好歹是在韩国出点洋相，对外还能硬拗说是水土不服，可这次是在北京，是在紫禁城，是川普大马金刀亲自上门踢馆。如果习近平在本国的土地上面对川普连珠炮一样的发难，读稿子读到卡壳，走位走错方向，反应慢了半拍，那等于是把中共政权最后一块遮羞布当着全世界的面给狠狠扒下来了。所以5月11号到13号这几场小国外事就是一场必须万无一失的带妆彩排，让他先见几个绝对安全的客人，把握手练顺，把表情练稳，把稿子念熟。好，彩排搞定了，可真正的政治火药谁去拆？王毅上场了。美国国会2党参议员代表团来了，赵乐际从人大口接，王毅从外交口接，这没错。但真正要看的是口径。王毅现在不再把调门往东升西降、斗争到底上拧了，他是一口一个落实2国元首共识，一口一个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过去的战狼成了降温管道，川普的专机还没进北京，王毅已经急不可耐的先把谈判桌上的几包火药往下撤。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台湾问题、美国出口，这些外媒早就摆上川习会桌面的地雷，大汗淋漓的试着拆一遍。所以中南海真正的权力分工已经大白于天下。外交炸弹王毅先拆，背景板塔吉克斯坦和文莱先铺，最后那几个镜头交给习近平完成。等川普真到了北京，习近平只需要完成最后那张画面，坐到该坐的位置，念完该念的稿子，握该握的手，露出该露的笑。荒诞吧，曾经那个高高在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政治强人，如今最重要的任务竟然只是别在镜头前出错。大太监蔡奇被五花大绑架上了祭台，包子弟被硬塞进了外事 ICU 康复舱。那过去天天给一尊吹喇叭造神像的宣传口呢，味道彻底变了。过去中办长盘子的时候，报纸怎么排版，头条怎么定调，那全是为了给老习一个人造神用的。可现在呢，中南海这口大锅被硬生生地分出了3桌菜。这第一桌菜是给皇上留的，头版头条依然还摆着总书记关切，还在谈科技啊，关心下一代啊，新质生产力啊，主打一个安全、温暖、体面。这就是在给他留面子，让他看着还像个稳坐主位的一国之君。可是面子归面子，他这桌端上来的全是花，
再也没有刀把子了。这第二桌菜是做给川普看的。党媒为什么这个时候天天扯什么环保、民生、秩序？这是北京急着要给外面递眼神啊，告诉华尔街，告诉美国人，你看中国现在可不是天天喊打喊杀的战狼了，也讲规矩。这就是川普还没进门，桌布先给铺好了，咱们现在能谈，绝不掀桌子。但这第三桌菜才是最硬的，是留给元老院的，是实打实的刀子。看台下这帮人，石泰峰的中组部拿走了地方诸侯的考核刀，财政部的大管家拿走了搞学前教育和民生红包的钱袋子，王毅的外交口拿走了给中美关系降温的麦克风。这就是党媒现在最阴险的地方，他把面子和里子彻底切开了。台上老习继续顶着虚幻的光环，台下各路人马各取所需。有人可能就不服气了，不对吧？你看最近党媒对日本的调门不还是挺硬的吗？这个别只看外表那层皮，你得看里面包着什么馅儿。过去中共真要对日本发狠，那是外交部拍桌子，是国防部亮拳头，是人民日报终生发表署名文章。现在呢，标题还是震天响，只是往下一看署名，全变成了什么学院院长论坛文章，专家学者在那儿发牢骚。这就叫降级包装，外皮披着的还是给小粉红看的，可里面早抽不出那把战狼刀了。中南海现在既要稳住国内那帮粉红的情绪，又绝不敢真把东海、台海的火药桶给点着。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即将上演的这场川习会，现在墙外是锣鼓喧天，美国媒体天天盯着川普这次要带哪些大佬进北京，波音、英伟达、苹果、花旗。这阵仗很明白，川普不是来做客的，是带着厚厚的产业账本上门收账的。可是你再看墙内的官媒，还是安安静静，因为北京自己心里也没底呀。老习这虚弱的身体能不能撑住，场面能不能稳住，川普砸过来的天价账单能不能接住，全悬在半空中。宣传口现在绝不敢提前把调门拉爆。所以朋友们，看透这布局了吗？习近平思想依然还印在报纸上，但它越来越像中共墙上挂着的那幅旧标语，不能摘，摘了会出政治事故，必须开会念几句，报纸上摆一摆。可真正干活、真正分权的地方，早就没人按他那套来了。好了，今天这出中南海的官场现形记，咱们就先拆解到这里。如果您觉得今天这层逻辑讲得有意思，欢迎您帮我们点个赞，订阅江峰世界频道。川普马上就要一脚踹开北京的大门了，蔡奇那张桌子上还会不会再少把钥匙？习近平到底能不能顺顺当当的唱完这场戏？咱们走着瞧，接着看。